随着魂导师精英大赛即将开始，霍宇浩和菜头来到了酒店。陈安向霍宇浩和菜头介绍了决赛规则，三方各派3人参赛，每人有3个时辰制作一件魂导器，之后进行技巧测试和实战比拼，最终决出冠军。比赛规则复杂，考验参赛者的制作能力、技巧和战斗实力。南宫婉强调比赛的重要性，并承诺为获胜者提供一份独特奖励。随后，他命人抬上一个沉重的黑色箱子，这个箱子由铅和密银制成，能隔绝契机，是一个魂导密码高爆箱。南宫婉通过复杂的密码操作开启箱子，显示出其高级魂导器的特性。霍宇浩凭借强大的精神力记录下南宫婉敲击箱子的频率。箱子打开后，露出一枚散发着强大杀气的9级定装魂导炮弹毁灭风暴。这枚炮弹是国家级战略武器，破坏力极大，足以让超级斗罗色变，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比赛冠军。南宫婉宣布，比赛胜利者将获得这枚炮弹。霍宇浩等人震惊之余，意识到其价值远超金钱。霍宇浩意识到，如果能研究这枚炮弹，唐门或许能突破9级定装魂导炮弹的制作技术。然而，炮弹的危险性也让他觉得其是否值得冒险。默克因失去争取炮弹的机会而怨恨霍宇浩，但霍宇浩并未在意，而是迅速调整心态，准备迎接比赛。一行人乘坐马车前往西郊比赛场地。在前往比赛场地的途中，南宫婉和3长老讨论霍宇浩的潜力。南宫婉通过观察霍宇浩的表现，认为他可能是精神召唤能力的邪魂师，但不一定是日月帝国人。南宫婉计划收霍宇浩为亲传弟子，因为他认为霍宇浩的精神召唤能力与自己契合，而3长老则希望霍宇浩能继续发展魂导师的天赋。经过一番商议，两人决定共同培养霍宇浩，但霍宇浩只能是南宫婉的亲传弟子。与此同时，霍宇浩在马车中闭目凝神。霍宇浩的精神之海里面波涛汹涌，海水是金银双色的，还时不时出现双色漩涡。精神之海上空，一个椭圆形的光球散发着生命气息。冰帝、雪帝和天梦冰蚕漂浮在海面上，冰帝和雪帝亲密地靠在一起，天梦冰蚕却懒洋洋地躺在一边，心里委屈得很。冰帝问天梦冰蚕：“宇浩这样真的行吗？会不会有危险？”天梦冰蚕懒洋洋地说：“没事，他的灵魂境界已经很强了，身体承受不了精神力而已，分离一部分精神力出去不会有事的，就算精神分身没了，也不会伤到本体。”冰帝哼了一声：“你倒是挺淡定。”天梦冰蚕叹气说道：“我都不想活了，还急什么？要是宇浩真出事，我就跟他一起死。”冰帝愣了一下：“你不想活了？你都活了100万年了，还会有这种念头？”天梦冰蚕气的不行：“冰儿，你能不能对我好点？我和雪帝不可能有结果的，你怎么还老跟他腻在一起？我对你那么好，我都化成宇浩的魂灵了。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”冰帝没好气地说：“别闹了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你这种蠢笨的冰蚕？我们冰辟邪一族天生就吃冰蚕一族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”天梦冰蚕听了，沉默了，别过头去不再说话。冰帝心里也有些烦躁，但还是告诉自己：“我怎么可能喜欢上一只冰蚕呢？”霍宇浩精神之海上空的光团破碎，一个由精神力凝聚而成的霍宇浩出现了。他通体冰白，周围环绕着淡金色的光泽。天梦冰蚕凑到他面前道：“卵生化身法，不错，你已经把精神力发挥到极致了。不过时间不能太久，1个时辰内必须回来，不然精神之海会重创，至少要3个月才能恢复。记住了吗？”霍宇浩微微点头，眼神里透着自信：“放心吧，天梦哥，我心里有数。”说完，他还偷偷给天梦冰蚕传递了个意念，背对着冰帝，没被发现。现在的霍宇浩可不是当年那个需要冰帝和天梦冰蚕照顾的小家伙了，他的精神力已经不输给这些强大的魂兽了。天梦冰蚕眼中闪过一丝光芒，微微点头，嘴角露出一丝笑容。他们所在的西水盟马车抵达名都西郊，霍宇浩感知到周围数千人分成3部分，分别代表西水盟、奥都商会和平凡盟。陈安介绍，3方高层几乎全部到场，还邀请了名都有名望的贵族和豪客观战。场地内设有阶梯观战台和核心区域的贵宾席。比赛场地类似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的比赛台，设有休息区。霍宇浩等人被带到西水盟休息区，南宫婉和3长老讨论比赛的评委情况，担心对方势力较大，但南宫婉表示副教主会带来圣灵教的强者，局势应能掌控。霍宇浩暗自惊喜，认为圣灵教的实力分散将为他们创造机会。比赛即将开始，灯光聚焦在台上，主持人陆琪介绍比赛情况，并请3方会长致辞。南宫婉因主持人将西水盟排在最后而感到愤怒，但他并未显露修为，径直走向台上。奥都商会会长安利彤年约4旬，修为8环以上，气质威严。平凡盟的盟主上官威尔则是一位容貌绝美、身姿妖娆的女子，掌控明都色情业和餐饮业。3方会长登场，比赛氛围愈发紧张。霍宇浩了解到，平凡盟盟主上官威尔实力强大，
早在40年前就已掌控平凡盟，其修为甚至高于奥都商会会长安利童，背后是名都的大贵族阶层。西水盟盟主南宫婉则代表帝国皇族，势力庞大。然而，奥都商会和平凡盟虽知西水盟背后有邪魂师，但因自身利益集团庞大，并不畏惧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三大地下势力联手举办明都魂导师精英大赛，表面上是为了赚钱，实则是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。西水盟试图掌控地下势力，而奥都商会和平凡盟则有联手对抗的迹象。此次大赛背后的最大利益是掌控稀有金属走私。日月帝国严禁稀有金属买卖，导致其价格居高不下，走私成为暴利行业。太子徐天然上台后，决心改变这一混乱局面，推动地下势力重新洗牌。本次大赛的胜者将独家掌控稀有金属走私，但需将原本控制的地盘交给其他两方分配，以保证公平。走私稀有金属的暴利使得三方寸土必争，这也是本届大赛中奖的原因。然而，这些内幕只有三大势力高层知晓，参赛魂导师和普通赌客均被蒙在鼓中。徐天然希望通过西水盟，也就是圣灵教，掌控走私稀有金属的利益。比赛即将开始，主持人陆琪邀请3位会长致辞。南宫婉表示，西水盟志在必得，冠军非西水盟莫属。奥都商会会长安利童则豪掷1亿金魂币为旗下选手压注，承诺奖金归获胜者所有。这一举动震惊全场，1亿金魂币的巨额奖金吸引了众多赌客的倾向，也显示出奥都商会的雄厚财力和获胜决心。随后，平凡盟盟主上官威尔优雅上前，他表示，平凡盟虽财力不及奥都商会，但有独特优势，数万美女可供获胜者挑选，并承诺额外提供3位拥有上古血脉的龙女作为女奴。他强调，这3位龙女均为处子之身，是极为珍贵的存在。听到龙女2字，霍雨浩震惊不已。作为史莱克学院极限单兵计划的培养的他深知龙女的珍贵。龙女是一种半人半兽的特殊生物，相貌极美，身上长满鳞片，发情时鳞片消失，展现出绝色容颜，同时成为一种神奇的鼎炉。与龙女交合，可吸收龙血精华，改变体质，促进武魂良性进化。然而，龙女数量稀少，且带有厄运诅咒，抓捕者必死无疑，因此极为罕见。平凡盟能提供3名龙女，让霍雨浩感到不可思议。龙女对魂导师来说是无价之宝。许多魂导师因武魂平庸，依靠药物强行提升，体内残留杂质，修为难以突破。而龙女的血脉之力不仅能清除杂质，还能助力武魂进化，为魂导师突破9环扫清障碍。尽管1亿金魂币已是天文数字，但龙女的价值远超金钱。主持人陆琪向众人解释了龙女的珍贵之处。霍雨浩注意到黄真呼吸变得粗重，而和菜头却异常平静。霍雨浩心中暗想，小小选择和菜头作为伴侣，果然是明智之举。3大地下势力的奖励纷纷亮相，风头最终被上官威尔抢尽。南宫婉脸色铁青，回到休息区后，对霍雨浩下达指令，要求他在最后的行动中尽可能消灭对手，无论使用何种能力，西水盟都会兜底。南宫婉承诺，若霍雨浩表现出色，大赛后将为他弄来1位龙女。霍雨浩对南宫婉的看重感到意外，但也明白这源于他在上一场比赛中展现的邪魂师手段，让他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原因吧。霍雨浩默默点头，眼神坚定，但南宫婉并不知道，这份坚定背后的意义远不止本场比赛。随后，7名高阶魂导师裁判登场，其中3位是9级魂导师，剩余4位为8级魂导师。他们对选手进行激励。裁判们就位后，比赛台上的9张魂导器制作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这些制作台体积庞大，配备了大量精良的辅助装置。3大地下势力的人员正在摆放制作仪器和稀有金属。西水盟拿出了多达64种稀有金属，其宝光让裁判们也露出贪婪之色。霍雨浩通过精神探测观察制作台，心中惊叹于这些资源的丰富。他和菜头早已计划在决赛中全力以赴，一方面测试自己的能力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丰厚的奖品——1件9级魂导器、1枚9级定装魂导炮弹以及1吨稀有金属。这些资源对他们来说极具吸引力，尤其是那些从未见过的稀有金属，或许能帮助他们开创出新的魂导器。此时，主持人陆琪宣布请出本次大赛的最终冠军奖品，由裁判长、9级魂导师、封号星空斗罗叶雨林大师展示。叶雨林是日月帝国著名的9级魂导师，擅长制作高空魂导器，其代表作太阳神针以强大的攻击力著称。他抬手释放出一颗银色光团，随后又召唤出一颗淡金色光球，两者在空中交织成一个巨大的金银双色光球，令在场的魂导师们无不惊叹。叶雨林介绍道，这件名为日月神针的魂导器是他的得意之作，寓意日月帝国的定海神针。它弥补了太阳神针只能在白天发挥作用的缺陷，最高升空高度可达1600米，打击范围直径30公里，还能在精神力足够的情况下进行精确侦察和打击。他提醒参赛者不要试图解析这件魂导器，否则会遭受反噬。霍雨浩和菜头对这件9级魂导器的威力感到震惊，
意识到9级魂导师凭借这样的魂导器在战争中具有巨大优势。何菜头低声道：“小师弟，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”霍雨浩连忙瞪了他一眼，让他闭嘴。然而何菜头的这句话还是被南宫婉和三长老听到了，但他们并未深究。三长老冷哼一声，指出日月神针虽然强大，但充能需要3天，且只能依靠日月光华，攻击次数有限，使用后魂力消耗巨大。南宫婉则表示，尽管如此，日月神针的威力在9级魂导器中仍是顶级，获得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他还提醒霍雨浩，修为未到9环之前不要轻易使用，否则会引起反噬。霍雨浩默默点头，心中暗自思索。何菜头则在心中暗笑，觉得霍雨浩无论到哪里都能吸引他人关注。随着奖品的展示，比赛即将正式开始，西郊的气氛愈发紧张，真正的高潮即将来临。随着主持人陆琪宣布比赛开始，9位参赛选手在3大地下势力首脑的陪同下登上比赛台。何菜头推着霍雨浩的轮椅一同来到比赛台，南宫婉率先上台，目光冷冽地扫过陆琪，令其心神俱震。奥都商会会长安利彤嘲讽霍雨浩的残疾，却被南宫婉反击，暗示其心智有问题。平凡盟盟主上官威儿也上台，与南宫婉互相嘲讽，气氛剑拔弩张。3位首脑短暂交锋后退到一旁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霍雨浩观察其他选手，发现奥都商会的3名选手均为男性，年龄约30岁，沉稳且经验丰富。平凡盟的3名选手则是女性，分别穿着红、黄、蓝3色长裙，容貌绝美。但霍雨浩认为她们缺乏天然的灵动，无法与冬儿相比。南宫婉提醒霍雨浩不要被美色迷惑，要果断出手。总裁判长叶雨林宣布比赛规则：选手有3个时辰制作一件魂导器，不能使用半成品，否则将被直接淘汰。他还提醒选手们，比赛结束后紧接着是技巧考核，难度极大，因此需要保留体力。霍雨浩在叶雨林宣布开始的瞬间迅速行动，与其他选手不同，他选择先制作外壳，双手飞快地操作各种工具，将稀有金属打造成不同形态的部件。他的动作之快，让其他选手都感到惊讶。叶雨林对霍雨浩的制作方式感到疑惑，不明白为何他不先制作核心法阵，而是优先制作外壳。但他并未干预，因为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制作策略。霍雨浩的制作速度令人惊叹，短短几分钟内，他的制作台上已摆满了10几个金属外壳，且体积不小，甚至需要放在地上继续制作。裁判们对他的行为感到疑惑，怀疑他是否为了多用稀有金属而制作大块头的魂导器。叶雨林更是不解，霍雨浩为何不在精力最充沛时制作核心法阵，而是先制作外壳。然而霍雨浩的真正目的并非如此。霍雨浩的动作虽然迅速，但他的眼神中却少了往日的灵动，这是因为他在比赛前分离出了部分精神力，用于执行其他任务，导致本体精神之海剧烈翻腾，出现晕眩感。他渴望达到精神力实质化的境界，以避免这种痛苦。尽管如此，他仍在努力适应这种新分二用的状态，将精力分配给本体和分离出的精神体。霍雨浩计划制作的是一件人形魂导器，这在魂导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叶雨林曾尝试过，但因人形魂导器对核心法阵、传感器和材质的要求极高，最终未能成功。他怀疑霍雨浩是否能在3个时辰内完成这样复杂的魂导器。然而霍雨浩的真正目标并非赢得比赛，而是为自己制作一件能够行动自如的人形魂导器，以便在后续比赛中弥补下肢残疾的劣势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霍雨浩继续制作外壳和细小零件，逐渐使用更珍贵的稀有金属。他享受着这种挥霍资源的快感，同时也在为自己的计划做准备。与此同时，他的精神体已经返回名都城内，来到了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附近。在学院外的黑暗中，剑痴季绝尘、潇潇、王冬儿和王秋儿静静等待着。他们都是唐门的核心成员，按照霍雨浩的计划行动，尽管他们本应在酒店休息。王冬儿和王秋儿对霍雨浩的精神与灵魂分离计划感到担忧，因为他的本体还在比赛现场，随时可能面临危险。然而他们只能按照霍雨浩的安排行动，希望一切顺利吧。在夜色的掩护下，徐三石和江楠楠身披黑色斗篷，与一名鬼鬼祟祟的中年人进行秘密交易。徐三石将一张卡片交给对方，中年人用小型魂导器查验后，神色稍显放松。徐三石沉声询问货物，两人身上虽因伤势未能参与其他行动，但作为霍雨浩的代表，他们肩负着完成交易的重要任务。霍雨浩的计划中，任何对唐门有利的事情都不可放过，即使其他行动失败，这次交易中获得的稀有金属也足够唐门使用一段时间。稀有金属的重要性远超金钱，而这些金魂币大多是从地下大赛中赢来的，完成交易也能避免引起陈安的怀疑，为未来留下更多机会。中年人交给徐三石一个手环和2枚戒指，徐三石递给江楠楠查验。江楠楠佩戴后，通过精神力确认货物无误，两人对事后露出欣喜。交易顺利完成，中年人匆匆离去，消失在夜色中。徐三石和江楠楠也准备离开，
前往接应其他行动的同伴。徐三石心中不禁担忧起霍雨浩那边的情况，但此刻他们只能各自完成任务，等待最终的结果。在日月帝国皇宫的夜晚，太子徐天然正在书房中看书，橘子陪伴在旁。徐天然突然提议让橘子去观看魂导器制作大赛，认为这对魂导师出身的他来说很有吸引力。然而橘子担心徐天然的身份暴露，认为他不应出现在那种场合。徐天然则表示只要不暴露身份即可，并暗示自己并不打算亲自去，而是让橘子以自己的名义前往。橘子犹豫着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忍住了。徐天然察觉到他的疑虑，主动提及与圣灵教合作的计划，解释自己为何不得不与邪魂师合作。尽管日月帝国在魂导器发展和国力上远胜原属斗罗大陆的三国，但在高端战力方面，尤其是魂师数量和封号斗罗的数量上却远远落后。徐天然渴望在有生之年统一整个大陆，而与圣灵教合作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。徐天然进一步解释，圣灵教的邪魂师们积攒了无数年的力量，是他们在高端战力上的最大增益。圣灵教只能在幕后活动，而他则作为台前人物。双方的合作是相互利用，圣灵教的要求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，他们只是希望成为日月帝国的国教，教主世袭国师之位，并在统一大陆后被宣布为魂师正统，取缔邪魂师的称号。橘子听后感到心寒，意识到徐天然的野心和深沉，他担心霍雨浩卷入这场漩涡，希望他能早日离开名都。徐天然让橘子推他到窗前，告诉他如果想去看比赛，现在就应该出发。然而橘子选择留在徐天然身边，为他按摩肩膀。徐天然提到今晚注定不会平静，提醒橘子待会儿不要离开他。橘子好奇地询问谁会来，徐天然冷笑回应，暗示有人即将前来。突然龙皇斗罗龙逍遥的声音响起，命令隐藏的人现身。大量侍卫包围了书房，天空中亮起白光，龙逍遥悬浮在空中，展现出他的威严。紧接着本体宗宗主毒不死出现，与龙逍遥对峙。毒不死嘲讽龙逍遥沦为日月帝国的走狗，龙逍遥摇了摇头，淡淡的道，看在你为天魂帝国出手的份上，老夫今天饶你一命就是。多说废话无益，封号斗罗的规矩你应该明白，涉入世俗之争，我们天上说话。玄子你也出来吧，今日老夫就一起会会你们。一边说着，龙逍遥摇身一晃，身体已是瞬间拔高，在他身后一道道身影也随之出现，其中就包括了蝎虎斗罗张鹏，另外还有10几道身影。紧随在龙逍遥身边的正是日月帝国那位神秘的国师。龙皇斗罗龙逍遥与本体宗主毒不死、饕餮斗罗玄老这2位超级斗罗展开了激烈对抗。按照魂世界的不成文规矩，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只能在天空中交战，以避免对平民造成巨大伤害。这场战斗不仅是力量的较量，更是对规则的尊重。龙逍遥面对2大强者毫不畏惧，凭借强大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，依然占据上风。与此同时，在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附近的阴暗街道中，霍雨浩以精神肢体的形式与王多儿、王秋儿、季绝尘、金子嫣和潇潇会合。他的精神肢体经过一路飞行已经逐渐稳定，尽管新分2用仍有些生涩，但已经能够自如地与伙伴们交流。霍雨浩通过精神探测观察着目标院子，发现值守的李姓中年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交易成功的消息。霍雨浩决定耐心等待，直到对方完成交易后再动手，以避免打草惊蛇。此时远处天空中的战斗愈发激烈，封号斗罗们的力量碰撞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光芒四射。霍雨浩心中不禁遗憾，他渴望观摩这场强者之间的对决，但眼下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，利用日月帝国强者们集中精力攻击皇宫的机会，夺取稀有金属。他提醒伙伴们抓紧时间，争取在这半个时辰内取得最大的收获。